郑医生，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苏云呢，把你所有布置的任务都完成了。这是坏消息。当然啊，他趁你走的这会儿功夫呢，把所有中毒患者都处理好，一个也没给你晕。那好消息呢？他晕过去了。真哥，云哥刚晕倒了，刚给他劲推了20毫升高糖。穿破艰难。手疼。老师。 我想做手术，老师，会的，一定会有机会。 笑什么呢？这么大声！哎，云哥，你醒了？拿不了，看看。当时这么乱啊？我怎么这么狼狈啊？不是云哥，一开始场面是有点乱，但经过你英明神武的领导，整个场面被你 hold 住了，后面全是你的高光时刻，是吗？啊。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不就真？我这2步跑得跟狗似的，你管叫高光啊？哎，多可爱呀！后面真的是高光，后面咔咔咔咔一顿穿刺，多拍来了，贼帅啊！你看，帅吧？嗯，你看，你看，哎呦！请问苏医生，你这次抢救有什么心得？苏医生，哎呦，晕了，你看。哎，云哥，哎，是你哈？没有，我在教教你怎么急救啊，怎么等等的啊？不行，不能。添什么事了？什么呀？苏医生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批中毒者。怎么还有啊？我快起来！让，快，麻烦让一下。怎么脸不是蓝色的？除了呕吐，还有别的症状吗？目前没有。小周，先准备补液，给我寄呕吐样本，让检验科赶快出细菌培养，快去！是。别吃穿。有多少人？50人左右。你还剩500，别亏了，500。干嘛呀？大半夜的！快醒醒！我知道你困，我也困，但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又来了一波患者。什么？先穿左边，再穿右。你自己说。我说又来了一波患者，而且人数翻了1倍。这次不是亚硝酸盐中毒，10分钟以后就到。火了好点了吧？
么样？有何发现？带回了一些食材，让常员送到疾控中心去检验了。我听说指导组的人都提前到了，他们讨论怎么样？我没去听。不愧是你，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这份没问题。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新发现吗？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又恶心呕吐，我认为很可能是癔症。癔症？你们讨论一整天，就这结果？不然呢？你有什么高见？反正不可能是癔症。为什么不可能？癔症是由精神因素、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疫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学霸就是学霸，知识点背的可真溜。但注意，那是一个人，2、3个人同时发作都没有，更别说上百人一起发作了。当然有。群体性癔症。什么？1518年夏天，爆发于斯特拉斯堡，突然开始了一场跳舞瘟疫，你有印象吗？没有。一个妇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4天以后，参与跳舞的人高达了34个人。1个月之内，整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在欢乐摇摆，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你们听起来太假了。一点都不假。群体性癔症多发于学校、工厂这些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的地方。《阿甘正传》看过吗？看过。有很多人跟着阿甘一起跑步，你不觉得奇怪吗？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我不这么认为。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某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比如说，一部动画片。你也看动画片？动画片？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大量观众正在收看当时的热播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第38集《电脑战士3D 龙》。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和第几集，还居然知道几月几号7点几分播的是什么。大约在18点50分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亮、闪烁的特效画面，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从呼吸急促、恶心到痉挛，到出现幻觉等。半个小时之内，就有超过600名青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这些孩子被诊断为光敏感性癫痫症，病因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没错，这是一种叫做 Puck 的动画制作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情节形象感，像这样。虽然还是无法解释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但是目前的研究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癔症。哇，听你们在这高谈阔论的，我感觉我7年医科都白念了。月姐，你能听懂吗？不是，所以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恶心呕吐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而就是一种群体性癔症？对，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那是指导组哎，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们。那又如何？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不服来辩。哎，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别管了，你先进去。唐月，跟我走。目前呢，已经排除食物中毒，那么只剩下传染性疫病。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查出什么病毒。不是病毒。群体性癔症。你是？哦，他的证人是我们海城介入科的主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勇气可嘉。好汉，那你说说，为什么是群体性癔症？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是因为有过类似案例的，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快点找！你确定这儿没有？我确定，我还在这玩过呢。我在这儿，你去里边找。群体性癔症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合理解释的疾病。研究该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都没能明确地表现群体性癔症具有传染性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癔症都是患者幻想出来的，更不是装病，
也不意味着这群体性癔症不存在。是啊，根据现代神经影像技术，癔症患者的大脑的确存在着异常活动，这与那些故意装病的患者是不同的。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纪律严明的团队，病人们会出现恶心、头晕、头痛等运动性病症，跟这次工厂的亲属们情况非常的类似。我的话说完了。你的想法另辟蹊径呐，可惜，医学是要讲究证据的。我们有证据，这是我们在居民楼勘查得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重合的食材只有2种，水和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食物中毒的几率被排除到了最低。那这个也不能证明就是群体性癔症啊。群体性癔症的证据在这儿。哪个？昨天上午，工人们中毒被送到各大医院抢救。到了中午，钢厂领导知道是硝酸盐中毒以后非常重视，立刻让宣传部给各家属进行科普宣传，用的就是这个。那这和群体性癔症有什么关系啊？诸位都是学医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到哪儿就觉得哪儿自己疼的这种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但没有遇到大规模这种情形发生啊。要不是说您年轻了，这不是给您长见识来了吗？所有的结论都尝试过，但最后的结果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癔症？1个星期以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到底怎么样？快说，别卖关子。103人隔离7天，没有再出现新的症状。新的验血结果也出来了，没有任何问题。根据防疫要求，我代表指导组宣布全体出院。吴副院长，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林博士。伍佰，堵截成功，庆祝一下啊！没时间，积压了很多手术。你这个人呀，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人家花姐都说了，人不只是活着，还要会生活。我们要会生活，患者就不能活着了。小郑、小苏，对，有时间吧，聊聊。前列腺结组，这还能介入？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严重，
确实生不如死，普通的软胛管下不去，需要用金属的粘合材质。可前列腺没有共有血管啊，没有大的共量血管，毛细血管还是有的。尤其是严重的病人，毛细血管会变大变粗，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介入栓塞术。没错，根据加拿大去年召开的放射学会会议 SIR-2016 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介入栓塞前列腺动脉，对前列腺增大症是有一定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全新的介入方式，目前还显得有些不足，效果也一般。所以下月中旬，北大邀请了一批业内较有知名度的介入科医生，共同探讨如何完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怎么样，二位有兴趣吗？我对前列腺没兴趣，你呢？我还要研究肝癌介入栓塞术，有很多新想法。你这个有意思啊！哎呀，你们这次新术式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能得到一笔专项研发资金呢。孔主任，我们这个新术式如果成功了，还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呢，全球扬名，对吧，伍白？还能救更多肝癌晚期的患者。你们真不参加？不，参加。他们参加。花姐，你还没好利索呢。好了，所以我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去参加北大的研讨会，听见没有？这是院长的命令。孔主任，他们参加。你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去出差？对啊，院长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宿舍集合，然后明天早上一起去北大。对，哎，我还听说了，院长说了，这次出差的这个补助是双倍的，是这么安排的吧？挺快啊，你们都到了。嗨，勇哥，你也去啊？我不是为前列腺，我是为连体婴。北大那边好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给我发了一些模拟导航系统的材料，我过去实地考察一下。那就拜托你这位额外专家替我们好好把关了。很好。那我们今晚早点休息，明早6点出发。好，哎，我帮你拿啊。谢谢。哎，鲁道夫·瓦格纳，德国介入的带头人，他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啊。Welcome to China。啊，谢谢。Welcome。谢谢。我知道，因为3院和北大不合嘛，想要抢在北大之前啊，提前攻克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所以就请了鲁道夫教授。这2家打擂台还请外援，这不讲武德呀！不仅如此啊，心理医院也想分一杯羹，所以鲁道夫教授才答应了手术直播。看来彭家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哎，有一说一啊，这万盛的耗材确实好用，但是，你说他这么有名的大拿了，还愿意参加这种小手术，还肯直播，他图啥呀？看来这次不仅要跟国内的比，还要跟国外的比了。伍白，有信心吗？你错了，你不觉得是 PK 吗？是 PK， 但不是跟人，是跟病。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不与同行竞争。被圣人的光辉震慑到的。云哥，不瞒你说，我每次听郑哥这话，我内心深处那个立志从医、无私奉献的小人就蠢蠢欲动，想复活呀！你还是别复活了啊！我要直接去北大。不先去住宿吗？时间还早，我想先去研讨会现场看看。我陪你去吧。我也直接去实验室了。贺哥、伊人，你们先去办入住，我们回头见。好，到时候给你们发定位。走。Professor Rudolph, thank you for coming from such a long distance. Here's the card. This way. We are grateful you can do intervention procedure for the prostate gland. Is my surgical equipment ready? Yeah.
The new production line has been delivered for using at Wansh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They can provide the gateware no matter how thin you want. However, the process. This operation must be live streamed on the Mine and the Soul Garden website. It should be quicker than beta.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Confidence? Yeah. Do I really need to prove my confidence compared to the mediocre doctors around here? Are you kidding me? Yeah, I didn't mean that. I do admit that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Haicheng and Edinburgh. That's why we have found you. Goodbye, Professor. Has the word got out? Yeah, it's down. Good. It's true. I've created a truly revolutionary ultra-thin guide wire that will create a qualita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of the prostate. And now that the guide wire is being produced, I will arrange a time to broadcast the surger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moment we nail this surgery, we'll need to get it in front of those award influencers in Sweden. Especially Professor Hummel will have to stand up and take notice of this matter. Okay, Professor. Okay. Okay. Good. Goodbye. 北大，国内顶级3甲医院，每个从医者心中的殿堂。骨科不及海医大，泌外不及北大，心外排不上前10，神外不及北大，整形外科不及。停！照你这么说的话，北大啥也不是了。走吧。区一个介入，搞这么大阵势啊！微创手术，大势所趋。我还是更喜欢开胸手术。也是啊，即将落幕的夕阳余晖，也是能吸引到部分信徒的。你长这么大没挨过打，真挺神奇的啊！云哥，还真是你，好久不见啊！听说你也是来参加这次介入研讨会的，啊？怎么不做心外改介入了？这口饭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啊。你也是，但是云哥，您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干嘛老跟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穷医生抢啊？哎，你们不知道吧？云哥的姑姑是大医院的院长，人家可是要继承家业的。什么医院啊？海城医院。没听说过呀，哪里的？是华北最大的私立医院。私立医院，我说呢。哎，那可能挣很多钱啊。小文，说什么？曼欧诊所也是私立医院出身。啊，这位是？不必认识。苏云，走了。小文，嘿，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顺便再探探苏云的技术水平怎么样。嗯。我还没开始反击呢，你就让我走了？赢了 PK 就是最好的反击。就佩服你这贼能装的能力。少说废话，时间紧迫。你不是说有个学弟在这当住院走吗？这不来了吗？王林，云哥，好久不见啊！笑死我了你！你给我发信息说你要回北大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以为你再也不回北大了。我跟我同事来参加个研讨会。哦，介绍一下啊，证人方林。证人？就是你老跟我吐槽贼能装叉。走了。哎，干嘛呀？你不让我说呀？这，带我吃饭，你饿？话题没有了。什么呀？
走，云哥。哎，真磕碜啊！说请吃饭就来员工食堂。哎，云哥，你别挑我了，我们这帮住院总能腾出时间给你吃顿饭，不错了。你这变样了吗？变样了，我跟你说，跟以前装修不一样了。哪桌？那桌？那桌。王龙，哎，云哥，见过。云哥，我比你小3届，打过篮球。来，坐。不是应该先看患者吗？来这干什么？吃饭，吃完饭再看患者，快坐。我跟你说啊，哥，北大最大的不一样，能点单了。今儿我们几个请客，什么贵点什么。有讲究吗？有。这个，来一盘。大家来10盘。来这，还挺好吃。请问是汪医生吗？你好，我是吕阿姨介绍来的。啊，不是你怎么才到啊？等你半天了都。对不起。片子在了吗？嗯。云哥，我先带他去住院处办个手续。你先忙，你跟我走吧。谢谢。我估计应该是癌症晚期，消化系统的。这么年轻，恶性肿瘤并发的太凶，应该没有治疗的机会了。哎，要不送去中医康复医院呢？找个中医给调理调理。你说呢，云哥？也许吧。哎，还这个好吃啊！这个来一个，来。哎，云哥，听说你们那技术研讨会开得挺艰难的，有对家？不就是区3院吗？没那么简单嘛！我可是听说，他们把鲁道夫都给请来了，而且还有万盛国际在背后做资金支持。万盛，那可是新加坡跨国医疗公司，全球销量第5。现阶段，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国内市场。然后呢？而且我还听说呀，他们对这个前列腺介入科研特别感兴趣，正好宣传他们导丝导管打开中国市场，所以他们把宝全压在鲁道夫身上。听见没，500，要加油啊！别光吃饺子，人请吃饭多吃点菜，吃点鸡蛋，吃。饺子什么馅儿的？尝一个啊。还有什么内幕吗？哦，好，他们这次试验型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患者只有1个人，姓王。这么多医生就1个患者啊？这手术不成熟，没人报名。不过我们院肝癌患者倒是有很多，孔主任准备了20个肝癌患者。你们先给他们做肝癌栓塞介入示范手术，谁肝癌做得好，谁做前列腺。竞争挺激烈。那是，都怕一箱。你有那20名患者的资料吗？有。我就知道云哥要要，我一早就准备出的。你小子啊，变聪明了。哎，那是云哥教的好。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没有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天天疼，特别疼。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去吧，会有新的发现的。去吧。好，谢谢医生啊。妈妈带你去风湿免疫科。下一位。什么症状啊？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
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去风湿免疫科吧。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去吧，会有新发现的。我。 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府邸上2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这哪儿有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 风雨雷电日，急诊忙翻天呀！想补觉，做梦吧你！喂，小远，什么情况？心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去电梯！小远，你今天不是出假了？我路上碰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急了对方拔刀就捅，快！ 患者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医人，来，架开。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出弹。跳了！喂！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白付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啊？啊？哎！ 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
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回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布，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张人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的，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
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布做手术，我要让他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普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伯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
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药的主刀啊。嗯。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能咋意思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养通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莹莹？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Brina.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Okay. This one, please. “云哥，值班的孩子有福报啊！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罗伯莱纳大神的手术。院长，我们准备麻醉了。好。Dr. Leda,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广哦。
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Surgical dissectio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莱纳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院长他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你们都出去吧。血管堵住了，继续肿瘤组织粘连剥离。先歇会儿吧。保护血管，这个位置有条隐性的肿瘤管和血管，小心一点。切除胰头和12指肠。组织姐，郑医生，手术还需要持续多久？2个小时左右。继续给药。好。这算是成了吧？成了吗？成了，虽然后续很复杂，但已经问题不大了。真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官复。手术结束。
72指肠并发症极多，需送入 ICU， 确保深层混浊。收到，辛苦了，郑医生。我叫谢依人，以后多多关照。郑医生好，我叫武英英。我叫贺贤。莱纳博士都做不了的手术，他居然做成了。这个人是谁啊？他叫郑仁，介入科新来的主任。这么年轻就是主任了，那跟我们云哥一样聪明。郑仁，我向你道歉，谢谢你。我说过，错误的影像设备误导着医生的判断，盲目轻易的手术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这次能救回来是侥幸，那么下一次又会轮到谁？你真的不知道术前影像有问题？我知道，那是以前的片子。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侥幸啊，希望能够手术，希望手术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侥幸，才有了这次的奇迹。如果是精准的片子，莱纳博士不会来的，你也不会来的。你们会让我放弃，去想别的办法，那些更遭罪的、更煎熬的办法。明知道没有机会，却还要去博取机会，这就是患者家属存在的意义，不是吗？但你不仅仅是患者的家属，你还是医院的董事，对医生隐瞒病情是不负责任。而身为医生，劝家属放弃，选择更遭罪的治疗方案也是不负责任。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转介入吗？寻求更人文的治疗方案，就是我转介入的原因。星光的温存，听见雨滴脉搏轻声的吻，也不再沉默到凌晨。有时太聪明显得笨，你却耐心地问这不解的灵魂。让这冰冷的世界渐渐小东西，还挺会找地儿的啊。
还知道给自己找把雨伞啊？啊？看在你送我伞的份上，以后就叫你小雨伞吧。我回家。哎，走了。